大家好，我是哈罗比的动物医院的院长陈忠伟兽医师。我的专长是小动物牙科及口腔外科。我研发牙龈黏膜置换手术，最早是因为我家的猫，这是 Rosie。我刚领养它的时候是1岁半，现在是7岁。它是很严重的年轻型牙周病的患者。那它的症状呢，包含口臭流口水牙龈红肿、食欲减退这一些。那因为它当时还很年轻，我不打算拔牙，我用了所有教科书还有文献上面有的方式帮它治疗，结果通通都没有效。那我发现呢，这些方法都是内科治疗，必须要改以外科治疗的方式才能治愈 Rosie， 所以我才会独立开始研发牙龈黏膜置换手术。牙龈黏膜置换手术是什么呢？牙龈黏膜置换手术英文名称叫做 Mucogingival Replacement Surgery， 简称 MGS。这是一个由我独创出来的，用来治疗猫咪与狗狗的口炎、年轻型牙周病以及软组织疾病的复合式外科疗程。那尤其是口炎跟年轻型牙周病，在人呢，通常这个是罕见的疾病。不过在狗狗跟猫咪它发生的比例高很多，尤其是猫咪。那 MGS 它的主要的概念呢，是利用手术把发炎的组织清除掉，然后呢，让胶原蛋白以及疤痕组织长进来，去取代原本发炎的位置，进而治愈这些疾病。在人医牙科呢，通常会尽量避免疤痕组织的生成，因为疤痕组织延展性比较差，而且也不美观。不过呢，在牙龈黏膜置换手术，观念是相反的，我会希望疤痕组织尽可能的多生成。因为疤痕组织具有不容易发炎的特性，这样子才能有效的治愈狗猫的口炎、年轻型牙周病及其他的软组织的疾病。那根据不同病患的个别病况，我会调整不同的术式，以适合每一个病患的状况。那除了手术之外呢，还会使用一些辅助的一些项目，譬如说牙科的雷射，像我就是使用2级雷射，或者是像维生素 D。那这个方面可以去参考我之前研究维生素 D 经增强自噬作用抑制口腔黏膜炎机制之研究。不过上述这一些呢，都是辅助功能而已，手术才是牙龈黏膜置换手术的主体。牙龈黏膜置换手术的研发过程是怎么样呢？首先呢，我先找了国内的兽医牙科相关资源，去看有没有可以研究的一些灵感。那结果发现国内非常缺乏这方面的资讯。因此呢，我又往国外兽医牙科去寻找相关的资源。那其中呢，美国宾州大学兽医院牙科部的科主任 Alexander Ryder 教授呢，他所发表一篇使用2氧化碳雷射尝试治疗猫口炎的一个文献呢，有带给我一些研究上的启发。不过呢，在我进一步去参加一些国外的兽医牙科进修课程，包含美国宾州大学兽医院的课程，以及美国兽医牙科年会的实作演讲课程，我发现即便是在国外的兽医牙科这方面的资讯仍旧是缺乏的。因此呢，我希望可以从人医牙科的方向去寻找更多的研究灵感以及方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去高医口卫所念书进修的原因。牙龈黏膜置换手术有哪些成果呢？牙龈黏膜置换手术可以有效的治愈狗跟猫的口炎、年轻型牙周病以及软组织疾病，同时可以保留它们的牙齿。在目前呢，我们已经成功治愈了数十只的口炎猫，狗呢也正在治疗中。那整个牙龈黏膜置换手术有包含多种的术式，雷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猫对口炎使用雷射治疗会有帮助，其中一部分的猫使用雷射反而会造成口炎症状的恶化。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，我发现除了文献跟教科书上常提到的自体免疫、口腔细菌、病毒这些常见的致病因子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致病因子。未来呢，我会在国际的期刊以及国际的研讨会，譬如说美国兽医牙科年会、欧洲兽医牙科年会
这一些国际研讨会上做发表。不过呢，关于操作的技术方面，目前我是不打算释出的，因为呢，主要是怕牙龈黏膜置换手术的技术会被滥用。同时做临床跟研究有什么感想呢？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我可以确实治愈很多狗猫的口腔牙科疾病，同时可以保留它们的牙齿。在这边也要很感谢这么多愿意相信我的饲主，他们愿意把狗猫交给我治疗，让我有机会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。那另外呢，有很多的前辈，我也要感谢他们，包含像 Dr. Alexander Ryder 以及林宝牙医师这些兽医及牙医的前辈，他们在我研究的时候有给予我很多研究上面的灵感以及方向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牙龈黏膜置换手术的资讯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我们影片下方的牙龈黏膜置换手术专区的连结。那想要知道为什么牙齿很重要的朋友呢，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。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咯，拜拜。